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话播客，我是玛丽。大家好，我是周洋，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周洋，你今天精神怎么样？精神？玛丽，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哈哈，我猜到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呀。对，就是星期一。一说到星期一，我就感觉有点累。你呢？我也是，很多人都说星期一是一周中最难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特别的日子——星期一。这个主题很好。我们可以聊聊大家在星期一都做什么，感觉怎么样？周洋，我们先聊聊感觉吧。你听到星期一这个词，脑子里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起床，而且是早起。周末可以晚一点起床，但是星期一就不行了。是啊，闹钟一响，我就想把闹钟关掉，再多睡5分钟。对，感觉那5分钟特别宝贵。但是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要挣扎着起床。挣扎这个词用得很好，感觉身体和床在打架。床赢了，我就继续睡；如果我赢了，我就起床。哈哈，太形象了。所以我的星期一早上通常是从一场起床大战开始的。说到起床，你星期一早上一般几点起床？我一般是7点。如果前一天晚上睡得早，7点起床还行。如果周末玩得太晚，星期一7点起床就特别难。你呢？我也差不多是7点。不过，我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我会在星期天晚上就把第2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哇，你很有计划。为什么？因为星期一早上，我的大脑还不太想工作，不想花时间去想穿什么衣服。提前准备好，早上就可以节约时间。这个办法不错，我下次可以试试。我的星期一早上常常是手忙脚乱的，一边刷牙，一边想今天吃什么早餐。这就是星期一综合症吧？很多人都这样。玛丽，我们现在来聊聊星期一的日常工作。你星期一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先打开电脑，然后泡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的救命水，没有咖啡，我可能没办法开始工作。我也是，我的电脑屏幕一打开，我就看到很多邮件。周末2天没有看邮件，星期一早上就有很多新的邮件。对，那堆积如山的邮件，看得我头都大了。堆积如山这个词形容得特别好，感觉就像一座山，需要我一个一个处理。所以，我的星期一上午通常是回复邮件，和同事开会，安排这一周的工作。你的工作呢？我和你的差不多。星期一上午，我会先整理一下我的工作计划，看看这周有什么重要的任务需要先完成。说到这里，我觉得星期一有一个好处。真的？是什么？星期一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们可以把上周没有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周重新开始。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星期一就像一张新的白纸，我们可以画出新的东西。对，所以虽然星期一有点难，但它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玛丽，那你有什么秘诀能让星期一变得不那么难？我有一个小秘诀，我会在星期天晚上做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情，比如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样，我睡觉前的心情会很好，星期一早上起来也会好一些。这个方法很棒，
我通常星期天晚上会玩游戏或者看剧，然后就会不小心熬夜，第二天早上就特别困。哈哈，所以要适度。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给自己一些奖励。奖励？比如呢？比如，我会在星期一给自己买一杯特别的咖啡，或者吃一份我最喜欢的午餐。这样，我就会期待星期一的到来。这个主意太好了，给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甜头，让我有动力去面对这一天。对，就像一个小小的仪式。你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觉得和朋友聊天也很有用。星期一上午，我有时候会和同事聊聊天，抱怨一下星期一有多难。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同病相怜，大家都有一样的感觉，聊一聊，心情就会好很多。是的，还有，我会提前计划好这一周的运动，比如星期一晚上去健身房或者去跑步。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很舒服，心情也会变好。哇，你很自律，运动确实能让人更有活力。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星期一晚上早点睡觉。这非常重要，早睡早起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所以虽然星期一有很多挑战，但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应对。周洋，我们刚才聊了星期一的起床大战、游剑山，还有咖啡。但是我觉得星期一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值得期待的时刻呢？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一个，那就是星期一的午饭时间。为什么？因为周末我可能吃得比较随意，比如在家随便做点儿或者叫外卖。到了星期一，我会想吃点好的，比如说我会去公司附近的一家我特别喜欢的餐厅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那碗面条对我来说就是星期一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哈哈，我懂。对我来说，这个特别时刻是星期一的下午茶。通常下午3、4点，我工作累了，就会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吃一块小小的点心，一边喝茶，一边看看窗外的风景，休息一下。这个时间，感觉就像是给自己的电池充电。充电这个词周洋太贴切了，所以星期一的下午茶时间就是你的充电时间。对，这个小小的休息能让我下午的工作更有精神。周洋，既然星期一这么难，我们能不能让它变得值得期待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不能改变星期一必须工作的事实，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它的态度。怎么改变呢？我觉得可以从准备开始。就像你说的，你星期天晚上会准备好衣服。我呢，我会在星期天晚上把我的工作包整理好，把电脑、文件、笔都放好。这样，星期一早上就不用着急找东西了。这个方法很实用，它能减少星期一早上的混乱感。是的，除了准备工作，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些事情。期待什么呢？比如，期待见到同事。周末2天没有和同事见面，星期一早上可以聊聊周末的趣事，分享一下快乐，也能让心情变好。我同意，和同事聊天就像是给一天的工作打了个暖场。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学习新东西。星期一通常是新任务、新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星期一看作是学习新技能、解决新问题的机会。这个想法很棒，它把工作变成了一种挑战和成长。对，这样星期一就不再是负担，
而是前进的动力。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期待你的播客。很多中文学习者会选择在星期一听我们的播客，因为星期一大家需要一些轻松和有趣的内容来开始新的一周。我们的节目正好能帮助他们放松心情，同时还能学习中文。你这么说，我感觉我们的节目变得更有意义了。我们不仅仅是聊天，我们还在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有点难的日子。是的，所以当我们下次录制星期一主题的节目时，我们就会想，我们正在帮助很多人，让他们不那么孤单。这个想法太好了，它让我对星期一也有了新的期待。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让自己的星期一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普通话播客就到这里了。你的星期一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是的，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战胜星期一的。如果你有什么关于其他话题的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谢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能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